谁不知晓人命至重，有贵千金。然天无长岁，人无宁日。如何生？如何养？这是穿越千年的追问，也是中医从未停歇的使命。5000年文明，馈赠世界以中医。中医是在中华文化发展中产生的医学，几千年还在继续传承。中医它是医学嘛，所以它本质就是看病的，就是来保证人健康的。在世界医学领域，中医是唯一能够跟西医并肩发展的医学体系。中医药在海峡两岸同根同源。看人之所病，看人之所困。中医治的是本，出的是根。中医药的使命是立体抗压。中医的基管治疗有个预防，它把预防摆在很重要的位置，叫做伤根之未病。有其病必有其法，宁可架上药生尘，但愿世间皆无病。看天地馈赠，看万物生息。中药也好，草药也好，这些都是来自大自然，这是它的一个魅力。我们相关部门将大力支持中医的现代化、产业化，全整精华，守正创新。计划未来3年，我们企业将为3万名青年中医提供绽放才华的平台，希望他们在新时代的潮流中源流不息，辉煌有序。看一脉传承，看理想升光，看青年中医能否转身一道背影，书写历史，开拓岐黄大道，光耀未来。初入职场中医季，青春远志，医道当归。本节目由修正药业联合冠名播出，每天2支小棕瓶，健脾补肾，心安宁。欢迎收看由修正药业联合冠名播出的《初入职场中医季》。新一季，我们聚焦博大精深的中医领域，从全国高校层层选拔。12位中医学徒脱颖而出，我爷爷是当地特别有名的中医大夫，我接触病案包括脉诊已经有了数十余年的经验。我的个人技巧是虹膜诊，通过看到虹膜的状态，判断你们最近是否有亚健康。自古香方奇，鲜香疗百疾。我的一个特殊技能是芳疗，调畅气机，疏肝理气，健脾和胃之功。我的技能是中医辨体质，中医有9种体质，我可以在短时间内辨出来你是什么体质。我的特长是中药贯口。生半夏、清半夏、姜半夏、法半夏、水飞朱砂、醋煮原花、水飞珍珠、麸炒白术，这些药您要是全咽下去，保准儿华佗摇头扁鹊荒，这仲景捧着伤寒那得直喊快杀人中。你坐这儿。哎，谢谢谢谢。你们的药材名字都好好听啊！我们药材名，您叫什么？独活，独活。
独活。你看天山雪莲哦，我是天山雪莲。您是哪里人？新疆人。新疆人啊，所以天山雪莲是新疆的道地药材嘛。哦。哦，你好厉害！我是内蒙古的。果然，你是伊人吗？你是哪里人？你猜，说的越多，你就会知道我是哪里人，因为我有很明显的口音。你是这里？金不换。37。你是山西人337。37是金不换。哦，金不换。啊。听成山西。我的技能舌诊，通过患者舌头的照片，说出他可能患有的增生性疾病，以及对他未来重大风险疾病相应的预测。我的特殊技能手诊，通过细细观察你手上的纹路、色泽、形态，判断出健康密码。技能穴位 GPS 真位体人秒睡，帮助患者迅速找到安稳睡眠。我的技能会用中药解毒，我跟随国医大师李变贵教授学习浊毒理论，能逆转胃癌的癌前病变。我的个人技是阴阳九针，我曾经用它治疗过病了3年、症状很重的强直性脊柱炎患者。我的技能是方剂，所以方剂学的知识呢，我可以拆背，可以抽背，可以填空背，反正怎么背我都 OK。一直都这样吗？大家一直都这样吗？我觉得这时候会配上一片寂静。就是在你们没来之前，我们在期待你们来，然后来了以后，我们期待下一波吧。啊！还有外籍的一个同学。我来自非洲，我的技能就是飞针，中不中？一会儿不会给咱们唱一段吧？觉得他走那2步路都很嘻哈。进，可以。哇 ，Hello， 你好。How are you? I'm fine, thank you. And you? 这个是不是一个标准的答案？那我们应该都是一个答案。对。感觉你也好小。我好小。就年龄很小。没有。只是长得年轻。恭喜大家从全国高校上千人中脱颖而出，你们所在的地方叫做岐黄院。岐黄之道讲究天人合一，其智慧远不止于医学知识，还蕴含深厚的传统文化和哲学思考。座位上的24节气如星辰环绕，顺应4时。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，不仅是自然规律，更是生命韵律。此外，中药材是承载数千年中医药智慧的文化载体。今天大家以药为名，既是希望你们如药性般各有所长，也希望你们借助这个机会把中医药科普给大家。欲成良医，师承当重，
方能薪火相传。有请2位导师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。我是一位从事中医药临床工作37年的老大夫了。是心里难受啊，班长？烧心的还厉害吗？我看舌头来。在这心脏肺中找出它的病机，根据病机呢，我们中医有一套完整的治疗理念。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，全国助残先进个人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宋氏中医外科传承人宋兆普。我是在基层干了46年的一个中医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帮人、助人、救人。我们院的孩子70%、80%的孩子是脑瘫，在新疆地区已经救治了7300多孩。我说再战，比孩子死了强。哎，哎。起来！我说的，你如果你给我家庭，你教育我天路塌下。必须做好事，老百姓不会忘。非常庆幸我从医了，你交代的事情我正在做，你没做到的，我一定把它做得更好。同学们好啊，刘老师好，老师好，宋老师好。 2位老师堪称医界不朽的活教科书，泰斗级别的人物就很厉害。我刚学完他的教材，但没想到他们一下子就出现在了我面前，感觉我在做梦，我都不敢相信。感觉就是从网络上变到了现实里的这种奇妙魔幻的感觉，这算追星吗？ 大家好啊！看了看你们非常独特的名字，一见喜、独活、石斛，说明你们对中医的热爱，对中医的酷爱，以及你们未来一定会坚定地走中医这条路。感谢你们热爱中医，拥抱中医，而且践行中医。大家好，我是。 在基层干了46年的一个中医，外国人喜欢中医，这非常好。中医走出国门，让世界人民都感受到中医的疗效，这太好了。你们的家乡呢，有很多草药是中国大地上不具备的，希望能够在非洲大地上找一些新的草药。你就是当代的神农。 尝百草，1日而愈70毒。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没听懂？有听懂老师讲的话吗？有一部分没有听懂。老师就是告诉你，回到非洲之后多吃点草。那我也做一个自我介绍啊，大家好，我是我们本季初入职场中医季的助力团成员王敬轩。 那接下来紧张的时刻到了。医者的核心使命是解决大众的健康问题。现在很多年轻人生活规律失常，频繁出现慢性疲劳、睡眠障碍、情绪低落、免疫力下降等亚健康状态。因此，本场面试将以此为主题进行考核，让年轻人更有能量。 医学为性命相托之重器，其严谨性要求我们对医学生的面试选拔必须格外严苛。12位学徒，最终只有说，最终只有6位，最终只有6位能成为岐黄院正式学徒，进入为期3个月的名医根师临证考核阶段。
最终将甄选出1位最优者，获得中医项目孵化的专项支持及导师团联名推荐。谁去谁留，全凭你们的实力。考核现在开始。本节目由修正药业联合冠名播出，专业良心，买药认准修正。掌声欢迎各位，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初入职场中医季。今年，我们终于能够把视角放在大家非常熟悉的中医身上。各位助理团的姐姐们来到这里，毕竟上半年大家在乘风2025过得非常的辛苦，要补偿一下我们是吧？让我们来调理一下，为了让大家状态保持得更好，由内而外的调理。这是福利，这是给我们一个。身心，然后变美，然后那个各方各面，各情绪各个方面。所以可能真的需要一些调理的方法，能够让我们能有更强的那个待机时间。比如说像现在所说的什么亚健康状态啊那些。然后我也做准备，我是终于买了个保温杯。我其实自己就是一个中医爱好者，我没事就会在家养生啊，弄养生茶，练八段锦啊什么的。在台北也有很多，就我旁边的朋友都很相信中医。因为这本来就是医药同源，文化同源，之间同根同源，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。我们共享着同样的经典，同样的智慧。对。与此同时，在我们今天的观察室当中，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这位老师沈卫东老师，欢迎沈老师。老师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，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针灸科主任，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，海派中医杨氏针灸代表性传承人。很有幸啊，来到我们这里，共同来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中医如何进入生活。好，今天就特别期待沈老师。那个可以教我们很多，就是平常是有很多诉求来，很多诉求，对，所以我是非常期待。我今天带了很多的问号来的，一点点给大家科普。实际上呢，我们中医季啊是安排的是非常好，我们请的老师啊是非常具有特色的。刘清云老师是我们正宗的叫学院派，啊，他不管是学习工作都在学院系统，宋兆普老师呢，他实际上是我们叫家学派，就是老师师傅带徒弟啊，这种师承。对，就是师承啊，我们叫家传模式。他好厉害，他免费诊治了好多脑瘫患儿。是，我也看过，各种操。我们叫海派中医，这个海派中医实际上是上海的一个特色，就是实际上这个海呀，是海纳百川啊，最主要就是融合啊，它是把现代的很多东西和我们传统东西融合，这样呢，极大的丰富了我们中医的一些临床运用的范畴。我们节目上来你看考核这个亚健康这个概念，哎，这个好，这需要，太需要知道了，怎么缓解？对，莫名其妙的就是困，就是累。你睡20个小时还是累，越睡越困，上个楼都累得气喘吁吁，就累了。我这笔掉了，我都懒得捡一样。在工位上，你一天你也没动会儿，你就是在那儿坐了8个小时，但是你下班之后对，这么坐着都累，就必须真的，我已经早就累了，我这个快到一在这靠着，而且就想蹲着，有没有？想蹲着，然后脚想离地，想这样子，这样子，窝着，放下来，放下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那老师有没有像他这种就是弯腰捡个笔都累的，但是适合这种的，就是一招对，能让我一下精神？有很多方法都可以。最简单的拍，没锤子也可以，我们可以用手，接着帮捶一下，清醒一点。拍八虚啊，轻轻的拍了以后，让你气血运行起来。还有你起来，你蹦2下，嘿，你跳8下，里面还有很累，气喘。跳不行，我们有一招，做的时候你完全可以用你的意念，我用脚爪抓地。
手放在桌子上，可以用力的去哦，手指、脚趾抓地，踮脚尖，你就原地踮就可以了。哎，这是我们古代的一个养生方法，最好头再往后翘，那效果更好。比方说站桩，你不会站桩，你练个半蹲也可以。站桩的标准的姿势，脚至少要像肩宽，手不要虚抱一个太极球，哎，慢慢的蹲下，找到一个自己最舒服的姿势维持。我刚才这么颠2下，我这边头有点疼。如果你跳一跳头就疼，你要检查到，啊，你可能颈椎有问题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我好还能跳。那个你扫码挂一下号吧。这种是轻微的运动，但是能够促进你的经络气血运行。是，现在精神多了，眼睛就瞪大了，对，有神了。先学会了，这是后续的时候保持精神。就如果我们突然站起来蹦了，大家不要觉得奇怪。那么刚刚我们这个学习了这点小知识之后，对于学徒们的这个初亮相有了一个直观的印象，还是都青春洋溢的，都充满朝气。我觉得中医有他们才是有未来。对，但是还没跟咱们见面就要先淘汰一半，紧张了。马上就要开始我们的考核了，究竟哪几位学员能够顺利考核进入我们岐黄院？希望各位都把自己的看家本领拿出来，修正良心药，专业管用的药，修正药业，守护中医新生进阶之路，不忘初心，治好疾病，传承匠心，开创未来。来，老师请上座，坐吧，来，月亮坐上面。站长，怎么坐着？我们都可以随便的。好。好，考核正式开始。各位同学好啊！第一轮考核呢，咱们先对笔试前6名同学进行考核。上位圈，但其实是这种机制上的分配，因为你说上位圈、下位圈，其实就只是笔试成绩嘛。但是呢，在后续的考核当中，它不单单是在考笔试，各方面的考核。今天呢上来的第一个主题，主要是看一看大家通过望诊的办法，看一个人的健康状态。因为各种生活节奏，导致我们年轻人久坐少动，平时呢贪冷饮还熬夜，所以说会导致人体的气血的运行不畅，耗伤人的阳气的状态。是的，中年人也这样。普遍性问题。对，第一轮真实的问诊的对象，就是咱们今天最帅的小伙子景轩。正式在下。用你们所学的中医诊断疾病的技能，找一找景轩身上的有没有问题。其中最优异的成绩呢，可以率先成为咱们岐黄院的预备学徒。好，这是望诊和问诊，这个环节还挺紧张的，大家就站在这里，然后空空荡荡的场地上，整个环境其实还挺有压力的。别紧张啊，不要紧张，好吧？那各位准备好，我就开始描述了。描述声音大一点。好，给大家描述一下，我大概近期会出现的问题啊。首先，我已经失眠，今天是第4天了，而且我经常睡不着的时间大概在晚上的子时左右。非得用子时左右。子时11点1点。在睡觉的时候呢，我会感觉我的手心和脚心有点热，所以我需要把它放在被子外面。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，我的第一反应是我感觉我的头蒙蒙的，好像被套了一个塑料袋一样。而且最近工作太多了，所以也导致我需要想的地方很多，但是呢，记忆力总是跟不上。我每天头都是蒙蒙的。我也是，睡不醒。我好像很多年没有过记忆力了。说大家现在年轻人的状态都是差不多。怎么了？要用急性子给我治是吧？我治得很快。看看舌头吧，看看舌头吧，把刘海撩起来吧。来，先看舌头吧。
看不清。还有这儿啊，这画面挺吓人的。还有这儿啊，等会儿有点看不清。一个一个的看，来，一个个看，一个一个看。等一下，还是手面。我感觉王建勋瑟瑟发抖。这小朋友现在看色彩对的啊，你看他很仔细的在看，那就这样，你看出什么了？哎，怎么了？你看出什么了？他有点那个咖粉，咖粉。是凹陷面部，嘴巴有点干。完了，干预气质完全全都被发现了。哎呀，真是，看看手吗？王哥上来给人交底儿了，那是。用自己的身体诉说些信号。这光线不够，这样光线够不？看不到，没有纹路，看不到。您吃完饭之后会容易腹胀吗？有没有怕冷怕热或者是乏力？平时空调大概是开到多少度？偶尔会怕冷，容易累。吃完饭之后会出很多汗。你有口干口苦吗？腰酸腿疼吗？你是不是早上胃口不好，中午晚上的时候胃口比较好？近期的表现是入睡困难。进了小暑之后，我就胃口一直不太好，嘴里长了一个溃疡。你的远期症状呢？之前有什么长期的不舒服？长期心情不好。长期什么？心情不好。三餐规不规律？三餐没有工作就规律。这个石斛好可爱啊，它俩都好可爱。我想问你的大便成不成型？我觉得这个不太能判断，是因为我在喝中药的第2天。对。那你大便沾不沾马桶？因为我最近在喝。不喝中药的时候，平时。不喝的时候其实还好。这我还想问你，就是拉大便之后有肛门灼热感吗？真的，我觉得很难回答。也没有。哎，这些小朋友还是问得很仔细。对。上哪找着好机会啊？天哪，好像会诊。这么多人给你会诊，是啊。景轩你看又博士又硕士。对啊，太有福气了。差不多了，先写好了。写好了交给我们。根据你们所得的结论是什么？考核你的中医的判断能力。谢谢。好，有人提前交卷了。好，那大家写完之后我就要收卷了。还有写，我都不会打写汉字怎么办？完蛋了。你可以写拼音。对，我就写拼。好，我们先请益母草来到中间。第一个益母草。哦，这是笔试的第一页。老师好。第一个人讲实际上是最困难的，因为他没有接受其他信息。益母草写的是亚健康。肝郁、脾虚、血虚这些指标是有什么依据？好的，老师，就是我认为他其实现在是属于一种非常常见的打工人的一个状态。打工人，那打工人就是有很多不适症状，但是不足以在临床上面称之为一个非常具体的疾病，所以我把它归为亚健康。那为什么定义成了肝郁、脾虚、血虚呢？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他的根本症型，而他最近关于失眠，相应的是他由于各种各样的压力，然后导致了一个肝气的一个淤结，肝气乘脾，然后导致我们的脾胃的一个虚损，偶尔可能会有腹胀的这个情况出现，然后包括他血虚的情况，是因为他正面的指甲是处于一种就是失于濡养的状态。哦，指甲都看啊？他看的还是蛮仔细的啊。然后再重新阐述一下它为什么是亚健康，因为它的舌中出现了一些凹陷，舌尖也有一些凹陷，证明它可能会出现头晕或者是有一点心悸的情况。
此外，颈肩不适，然后包括颈椎的一个不适，这些呢其实也是会导致他的阳气没有办法上达于头面，所以可能会出现头晕啊，或者是感觉记忆力下降啊这种情况。所以我把它整体都定在了厥阴上面，也就是主要是以肝为主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论述。如果要是我给他进行处方的话，我可能会以芍药散来进行加减，然后同时兼顾他心肾不交的一个情况。不说那么多治疗的了，主要是把诊断的不说治疗，说清楚。好的，谢谢。太厉害了。益母草，它第一个出场它都可以完成度很高，表达也到位，回答也准确。理论知识还是有非常扎实的。谢谢老师。反正我是觉得讲得好好。我也觉得好厉害。独活先生，老师好，我的诊断呢写的主要是虚劳累病，症型是气虚湿阻症。这个诊断呢，我主要是从仪气周流的角度来解析的。首先看到患者第一面可以看到明显的痘印、痘痕，这一部分区域呢属于大小肠的一个区域，属于一个阳明经的一个热的一个情况。再一个患者子时不眠，子时的这个时间呢是一个胆经的循行时间。然后再一个就是看到患者的眼睛，眼白经这一块有很多的这个红血丝。可能会提示有一个上焦肺火的一个情况，另外血轮是非常红的，也就是在这个眼角这一块可能会有一个心火的一个情况。更多的呢，我其实是从仪气周流的角度上来判断这位患者的情况。看患者的舌象呢，舌头本身是一个比较偏胖大的，舌尖上的凹陷呢跟心肺上焦的气不足是相关的。看患者他的这个颈椎是有生理曲度变直的这个情况的。那么我们的督脉从这个地方循行，阳气不能循颈上达于头目，所以就会导致一个早上起来头上会有一个不清醒的这么一个状况。另外呢，看这个双手的小鱼际这个地方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青紫，那这个呢大部分代表的可能跟我们的肺是相关的，有这种肺气虚啊、肺气郁啊、肺气闭啊这一类的情况。他望鱼际，但他说错了。这边是小鱼际，这是大鱼际。大鱼际才主肺。综合他的情况来看，中焦不运，肝胆不升，肺气不降，然后心火独亢于上，肾水不能上焦，这就是您的一个整体状况。谢谢老师。请心仪。老师好，就我认为是我们地道的湖南人嘞，非常亲切。他讲湖南话对不对？对，湖南普通话，好亲切。刚才这个心仪也是说是亚健康，说的失眠、湿浊、困脾导致的。那你说说为什么你说湿浊困脾嘞？因为其实我主要是看他的内在发现的，比如舌，我看他的舌，它是一个白腻苔，舌尖有点红，舌根它是有点黄的，然后舌边有齿痕。一般这个白腻苔我就会结合它温病史，虽然它是以失眠为主症，阳不入阴，它就会失眠，而且它是在子时在胆经运行的时候，所以它是有一个心肝的问题，再加上它这个白腻苔。再结合他的这个平时容易疲惫啊，他就有这种脾气方面会有一些不足，加上他的手脚心和足底会有烦热，他其实有这种心火亢盛或者是心阴亏虚的表现，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一个湿困脾胃，其他都是附加症状。好，应该是往气虚啊、气滞往这方面靠。我觉得，我们请路路通。路路通。为什么判断这些症状呢？有什么依据？首先，它的主诉就是失眠，所以我诊断的是不寐。然后，我通过观察它的舌象，它的心尖是红的，所以觉得它是有心火亢盛，心神失养，所以就有一个入睡困难、多梦。然后他说他喜欢吃热的。平时的时候就晨起手脚是凉的，所以我觉得他是有一个脾阳虚在，脾虚，有点紧张哎，感觉他。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点紧张。我觉得我在那儿我会什么都讲不出来。
可以了。然后我观察它的舌中部是有一点薄黄腻的，他又说胃口不好，有口腔溃疡，晨起头蒙，说明它湿热在中焦，然后清阳不升导致的。所以我判断它的症状就是心火旺加肝郁脾虚兼一个气血不足症。然后我观察它这个体型就比较瘦嘛，瘦人多火，我是从这个火这块儿就是判断它的症型的。好，你认为肾水不足是这个疾病的一个因素之一？什么样的病因，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可以导致肾水不足？肾水不足，首先就是心火亢盛，水火。为什么会心火亢盛？心火亢盛。我说的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肾水不足？肾水不足。问住了，怎么办？引起心火，让他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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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宋老师还宋老师也是很想说。所以在写那个东西的时候，不要给自己挖坑。啊，对，就写自己知道的。聪明。好吧，好吧，陆东，他有点紧张。请急性子。急性子。老师好。好期待呀。期待什么？期待您提问我的问题。前面几个我也很期待是什么答案。没有答案，只有看你对于中医理论的掌握情况。我感觉这姑娘气好足，对，她甜甜的，然后又很自信，对，自信。急性子这也是说失眠、肝郁脾湿、心肾阴虚，同时你还提到了治在疏肝、减郁、健脾化湿、滋阴补肾。你为什么这样写嘞？刚才的同学大家论述的非常的全面，但是这样说下来的时候，我觉得是没有重点的。这样说下来的话，心肝脾肺肾5大件儿，它每一个都不好。那如果让我来看的话，我一定要先抓它的主要矛盾。看病啊，最主要是什么？要抓一个重点，有了一个抓手更好一点。如果让我抓主症，就抓肝，然后先解决他的失眠，所以我才会写先解决他长期这个情志抑郁的问题，让他肝气调达，人有此气，则这个五脏畅达。疏肝解郁之后，然后再补益我们这个后天脾，然后健脾化湿，先去了这些邪，把这个湿气拿走，把这个烦热，把这个心烦拿走，之后我们再补益他身体所亏损的那个部分，这样的话才能够避免闭门留寇。所以其实他的问题很多，但是我只想写最重要的那一个。我的思路是这样的，两位老师，他很有逻辑和条理。对，他的表述让人感觉很有信服力。是的，气很足。如果我是一个患者的话，他说话我是信任的。对。为什么你给他定是心肾阴虚？我先说心上的问题，一个是因为他多思多虑，心血暗耗。心血是阴阳里边分类为阴的，然后它肾阴的耗伤呢，是因为它这个失眠这2个病症，所以我把它定义到了这个对应到了心和肾。现在很多年轻人在晚上11点到3点之间，在玩手机、打电脑。老师说太对了，老师点名了有。为什么说肝经当位的时候一定要睡觉？1点到3点一定要睡觉，因为这个时候肝要藏血，
本来是该要休息，要肝藏血，导致了不去藏血，这还在兴奋，所以把心给绕起来了，同时把肾水耗阴。耗阴，不能再玩了，真的睡觉。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病都是因为手机太好玩了，太好玩了，把手机扔掉。对，以前手机没那么智能的时候，大家都睡得很早。对，好，是好。石斛，石斛写了一个可能有关节病、鼻炎、咽炎等，你为什么这样写呢？首先，根据这个患者他的体型是比较高瘦的，然后加上给他手诊，我发现他的阳气不足，他阳气很难去发散到四肢，因为他个子很高，相对来说因为距离要远，然后心脏的压力也会变大。本身就阳虚，然后思虑过多会伤脾，然后耗伤了脾以后，就很容易出现一个上面虚火下寒的症状。我认为是一个思虑过度，然后本身阳虚伤到了阴，产生了一个阴虚火热的症状。因为根据他的舌尖有一条细的黑线，然后如果排除他喝中药的原因的话，我认为可能是阳虚体质，他无力去推动他的血液运行，会产生一点血瘀。我会给他阴阳并调，因为他现在阴阳处于一个比较失调的状态。我的分析结束了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简要回答。好。对就是对，不对就是不对，不去过多解释。在你的整个分析过程中，有一句话叫“阳虚为本，阴虚为标”。这句话对还是不对？哇，这种时候很考验你的自信心。在我的分析里，我觉得是对的。你是治本还是治标？如果患者像他无法入眠的话，我是先治标，然后再治本。但是如果患者是一些久病，然后我就会选择标本齐治。还是蛮自信的，眼神很笃定，就说挺胸有成竹的，所以他脑子动得还是很快的聪明。这是也是反映了一个将来你是做一个大中医，你必须需要的一个临床的一个随机应变，这很重要啊。所以一个医生望，也就是说，你看他的眼睛，看他的手，大致一看，什么病症，什么情况，大致心里有数，把病人主要的问题抓住，这样为你立方、立药。再一个，首先建立起一个患者的信任了。他的表现非常冷静，也非常的细心。大家在说出了特别多的情况下，他还能再说出来，特别的不可思议啊！第一阶段结束了吧？景轩，好，请我们2位老师直接点评出前3名。就是在公布排名之前，先请老师给我们讲一下整个望诊和问诊。那中医看病啊，它最讲究4个字：望、闻、问、切。所谓望，中医叫望而知之谓之神，就是你这个医生只要看看就能知道病，连脉都不用把。在临床上，很多医生确实不用把脉，甚至于不用问诊。比方说失眠的，睡觉睡不好的，是看黑眼圈吗？不是看黑眼圈，像他就这2天就有点精神，有点那个睡觉可能就会有一点问题。睡得少。是吧？枕头不太舒服。郑姐之前因为不是也爱好中医，听闻你也是对望诊上面也学习了一些知识。没有，就是一些特别浅的一些小的。看一眼来。我只会看舌头。看舌头，那就光看舌头，可以纯看舌头来。老师要考核我。老师在旁边给他一些建议啊，先从我这儿来。他应该是有一点气虚，然后脾湿，心神不宁。小齐的整个的舌形还是可以的，仔细看它中后部稍微有一点点薄腻，所以有一点点湿，说明你这2天脾胃运化有问题。我这几个月都有问题，这几个月。第二呢，它舌尖有一点点红，有一点点带芒刺，说明有一点点心火，就有点焦躁。翘起来，
哎，舌下静脉呢，你看豫章看到吧？理论上说，舌下这根静脉不要超过1/3，它的偏深了，它是有什么气血有循环，有点瘀滞，可能还动得少，动得很少。我建议啊，你要去动一动，啊，气血让它活起来。哦，现在马上就开始动起来。再见。蛙跳是不是有点太大了？这动作。再见。下一位，就得每个都要看嘛。看一下嘛，萍姐。知道你是我见过的女生里面啊，很少有没有齿痕的。哦，齿痕啊，你齿痕在边上它没有，齿痕就是看气虚，而且它是胖，那就是气阴两虚。气阴两虚听上去很可怕。不可怕，典型的你可以用点最简单的药材，就是西洋参。哦，西洋参，那它舌尖红这种它容易上火。对，阴虚发热了，如果用西洋参配一点莲子会更好。哦。大家觉得刚刚看的6个人当中，哪3个是能当前3的人？对，就听不懂，听不懂。我觉得急性子还可以。对，我也觉得急性子好。他有中医的自信。哎，对，是的。这样说下来的话，心肝脾肺肾5大件儿，它每一个都不好。如果让我抓主症，就抓肝，先解决他的失眠。就是我觉得他很有信服力，就比如说给他看病，你会觉得说，哦，你会非常的能够信任他的判断，这病人来讲还挺重要的。是，独活是不是也还行啊？独活中间有了一小趴偏差。双手的小鱼际这个地方，益母草它也是蛮那个。对，第一个，它正面的指甲湿于濡养，是一种血虚的状态。它给我感觉也是淡定自信。那么上位圈的前3名究竟会是谁呢？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。第1名益母草，恭喜！第一个益母草，哎，又是第一。对，第1个嘛，如何进行疾病的诊断，分析的比较有序，从症状、疾病、症候、言之成理，用中医的理论说对说清楚，这是核心。第1名益母草理论功底比较扎实，一些临床的诊断啊、分析啊非常到位的。第1个人讲实际上是最困难的。对，紧张。理论上说，第1个人讲拿第1名很少的。任何比赛都是一样的，因为比方说我们出去评审，第1个人我是作为标杆的，比方我打分也只能打80几分，为什么？我不知道后面人是不是比他高，还是比他低呢？我只能打这样分，除非他这个人分数一直在最上面。明白。第2名，急性子，恭喜！哎呦，哦，不错哟！哇，他本来是第5名哎，现在变成了第2名了。中医的理论呢还不错，在认识疾病的过程中，能够理论和实践比较好的结合。第3名，第3名是石斛。谢谢老师。石斛呢，思路比较清晰，基本概念也比较牢靠。他对自己的判断蛮肯定的。阳虚为本，阴虚为标，对还是不对？我觉得是对的。你是治本还是治标？标本齐治，自信非常重要，我觉得很厉害的。益母草、急性子、石斛，活血、解毒、养阴，很好。很好，恭喜你们。其他3位也很好，不公布名称了。好。接下来就要进行第2轮考核了。接下来我们换个方式考考大家的中医眼力基础知识储备。你们将有2分钟的时间观察一张图片。本次考核题目
聚焦职场环境，请各位在办公室的场景中，结合中医知识，找出其中的健康隐患，并针对性的提出改善的意见。哦，他们换题了。哦，换题了。车轮战的方式，从我左手边第一个开始，依次阐述，直到所有人都找不到为止。本轮表现较弱的2位学徒将被淘汰。哦，下一站要淘汰，因为他们是笔试后6名。哎呦，真的是好残酷哦！蛮惊讶的，没想到一上来就要淘汰2个人。其实刚开始有点慌张，但是竞争就是为了比个高低。怎么一上来就那么难，而且是车轮战，老师们都非常的严肃，还是非常有压力的。觉得也挺好的，就是一个真实的机会，能看清自己实力的机会。说不出来就淘汰，很刺激，就爱看这个。考核就正式开始，2分钟倒计时。就是我看不清这是啥东西。这是找什么？找不同。已经有人写完了。好，时间到，请开始。看到第一个，它是在这个空调这个冷风的下面，正好它太阳经的这个经脉对着这个冷风吹，直吹颈部。在我们这种暑湿季节，它容易外感风寒，里面影响脾运，就有那种湿热或者风寒感冒啊那种表现。空调对住他的大椎、背腧、大腧、风府这几个穴位一扇，这个人最容易腰背僵硬。强直性脊椎炎的重要的致病因素。他手上这里应该是有损伤的，因为长期用鼠标。类似腱鞘炎，可能是腱鞘炎那种，还是要劳逸结合。这个是很仔细，是细致的。我看到这位，他首先洗冷饮，这里放了很多啤酒、饮料还有咖啡在上面。洗冷饮呢，然后又喜欢喝咖啡这种燥热的东西，还抽烟。完了以后，这里有一个忍字。《伤寒论》里面说，你这说太多了，只说一个。好的一个。老师，我叫艾总，我看到这个女的，她的椅子比她的桌子高，所以她的脖子肯定会有问题，脖子症或者颈椎病。我注意到的是角落这个，她现在是一个弯腰，然后趴在桌子上的一个状态，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长期的情绪，包括压力过大导致的一个。可能是有一些心烦喜呕的症状。下面这个槟榔吧，感觉这垃圾桶里有很多，然后上面有槟榔，所以它应该是有个五味偏嗜的这样一个习惯。但是酸苦甘辛咸对应了五脏，偏嗜的话其实会导致损伤。来打我明显是有个运动，在这个充满冷气的空间里面进行运动，这是不建议的。因为当我们运动的时候，毛孔是打开的，我们那些风寒邪气容易趁这个腠理是开的时候直入中邪，一下子我们很有可能我们这个胃啊就给胃中就湿寒了。确实是，上舞蹈课也不能开空调。真的吗？是的，不能在运动的地方开空调，确实不好。你那个健身房都很凉快啊，但他们的温度都不会特别低，不能太不主要是不能对着你吹，而且不能对着吹。这个人就是过喜过悲就是情志的，很过都不行。这也不行啊，过喜也不行，过喜也不行。喜伤心，不能过，不能太过，不能太高兴，就是乐极生悲。五志过急，必有病。在午休的时候都这样趴着，除了刚刚那位同学说的有肝郁的症状，我觉得他还会出现胃气上逆，他把中焦的器官全都噎着了，
脾虚再加上胃的中焦斡旋之力受损，可以出现一个脾症，或者是出现一个胃气上逆的打嗝、肝乙不除的一个症状。尤其孩子们，让孩子尽可能不要趴着睡觉。小孩们在发育期间最容易导致孩子们的驼背、脾胃不和、发育出现缺陷。我们看到的桌子前面有一个人数，可能说是老板给他的很多压力，他就供给他的情绪。好还是不好啊？这是不好。哦，艾草同志，这个看着电脑大笑的这个同志，也是后面应该也是一个类似风的机器嘛，对着空调吹。如果他长期的话，可能会有一个肺气和胃气不顾的现象，容易感冒。应该是敞开的门。敞开了门吗？我想说这个懒人沙发，因为其实懒人沙发它并没有一个支撑，所以它其实对我们的一个腰背并不会起到任何的支撑作用，反而久坐会伤及我们的腰背，所以会经常出一些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。啊，我就很喜欢在懒人沙发上，很舒服。对，懒人沙发，懒人沙发就感觉是躺上了。对。我看到这里，电脑使用时长12个小时。中医都知道久视伤血，我们眼睛经常对着屏幕，会经常耗伤我们身体。他椅子都是那种轮椅，这个肯定不稳。就是现在长期就坐在椅子上久坐嘛，会经常滑动。对腰椎也很不好。他这样的坐姿容易把压力全部集中到腰椎、腰骶椎的地方，容易腰间椎盘突出。我想说这一位他的桌子上有咖啡。咖啡说过了。那个可乐也说过了。好可怜呀，都说过了。再看看还有哪里？动不进别的，都说过了。那我再想想。好。艾超在中国生活的时间短。是，我注意到是这位女士，现在很多人会注意养生，比如说晒背。她这个情况不是晒背，她是在睡觉着。哦，3点了，现在属于老阳阶段，不太适合晒背。现在晒太阳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养生方式，但是如果长时间上太阳之后，会导致影响到自己体内一个津液不足、阴液不足，所以反而会影响到阴液。这一轮说完就结束了吧？后面还有吗？我看到烟了。抽烟呢会引起我们肺里面会有非常老的那种焦痰。下午3点，他在这里吃着泡面，饮食不节。上班时间看书或者是开小差，脾虚心猿意马，指的就是他的这种状态。带状颈椎疹其实变相的会导致你的颈椎病的发生。这个姐好从容呀，这个姐姐很厉害。我还有。这个空调房很冷的时候，我建议还是要加盖，比如一些很重要的穴位，血海三阴交这些东西。这个蛮细的。哇，没穿袜子被发现了，太强了。现在就是大家都有一个很普遍现象，就是乱吃保健品。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应该你到医院进行了正规的检查之后，再听医嘱去进行一个补充。这个同学不得了啊！为什么？发现了很多很小的细节。对。这轮考核结束了，我来补充一下。这个呢，这个二郎腿。哦，对，也不能翘二郎腿。哦。翘二郎腿会导致什么情况发生？脊柱侧弯，骨盆的不正，股动脉受压，骨盆不稳。哎呀妈呀，我也在翘了。哎呀，不是都翘1天了。人的睡觉，如果说是他这没有窗帘，他这太阳直射，这个人是肯定睡不深。全是浅睡眠。这个手腕，他是戴着护腕，长时间戴护腕来讲，导致的不通在痛，也就是说他的气血。手的气血都要不畅，对。为什么要看你们的眼力？中医讲望而知之谓之神，
看病，到哪都要看一下。空调怎么解决？换个坐的方向，穿个厚衣服。先不安一个挡风板，是玉屏风一样。在这睡觉睡不着咋办？窗帘加窗帘，这个没办法呀，他在门口，就这一个小房间，就这一个门，不干了。在门上下功夫，挂门帘，对吧？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医生，跟人诊断疾病了，看到这个环境以后，我们要用我们所学的中医学知识，然后呢，把这环境给改变掉。所以说，别看这么一个小小的场景，把中医的病因学说用于我们的生活，生活中处处是中医。对，中医在生活中处处体现，来保护好我们的健康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了，这一轮你们都考完了。他们直接就淘汰吗？淘汰2个。那我们就得来商量一下这个结果了。这就淘汰了，好残酷哦。蹲现场10点半开抢半动感地带芒果卡，现场见！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，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，大屏4K 更清晰。直接淘汰了。这个考核它主要是让我们看到了中医治病的因素。考这个，这张图给我们很好的诠释了一下我们很多外因治病的来源。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图片里面有好多啊，是我们日常生活碰到，但是经常疏忽的。比方说颈椎的问题，对，不舒服。就颈椎应该是一个前屈位，也就是说这凳子和桌子和这个电脑，它要有一定的高度差，不能凳子太高，电脑太低，那你就长期就处于一种低头状态，那你颈椎肯定要出问题，压迫啊。第二，颈椎暴露在空调后面肯定是一个大问题，你们千万记住，颈椎。我们中医叫大椎穴，我们的脑门不能对着吹，对着吹就要感冒。我们这里就有一个穴位叫风门，与风相关的穴位它是容易进风也容易出风。那后面，比如说有空调的时候，我们是要戴个围脖吗？还是就头发能挡住吗？理论上说，在空调房间久坐的话，都是要戴个围脖。挡一挡。我是一次门诊就跟他们说，女孩子要穿有领的衣服。哎，有点。保护了有领的衣服就是保护了我的下段的颈椎不受风不受寒侵，所以呢就等于就保护了颈椎。怪不得他们穿 polo 衫要立领，原来是为了挡住后面的挡风。挡和不挡差异很大。想说秋冬天的时候要出门戴个围脖或戴个帽子，但是没想到空调房也需要。实际上夏天着凉比冬天多，毛孔开，这个时候你再受寒，又没有遮挡，所以终于知道为什么就冷热交替会那个对。我们要去做点颈椎保养，保养的时候呢，可以自己在办公室做点颈椎操。怎么做呀，老师？热发热贴都可以贴在大椎穴上，那是肯定有用的。第二，你可以做点颈部的对抗运动。就是对，把手交叉放在头往后，手往前，但是头保持不动，这是锻炼颈后部的肌群。还有一个，手放在额头上，头往前，手往后，头保持不动，张力会大。接下来侧头也是一样的，一个头可以侧头，对吧？对了，这种对抗训练就颈部的肌肉你就锻炼到了。老师，那晚上睡觉枕枕头应该枕什么样的枕头比较好？这个叫枕骨枕骨和你的背你如果人把它放在床上，你看颈部的地方是曲的，看见吗？晚上睡觉呢，如果有条件，就是最好要帮他要垫一下。如果已经得了颈椎病了，可能要用点稍微硬实一点的东西作为治疗用。我们比方说做黄豆枕放在后面。等于说它垫在这个后脖颈的。那么你的颈椎就相对有一个曲度就保持好。
我最反对的是在床上看电视，然后电视装在你床头，你必定要勾着头，头要折着才能看了。所以你有条件的话，把电视机打在你的天花板上，那不就好了吗？投影仪嘛，是不是啊？刚刚咱们看完了，也讲了一下我们生活当中看非常多的细节，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来检查一下，此时此刻你所处的环境当中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。如果你以一个不太好的姿势来看节目的话，把这个头抬一下下。接下来大家觉得在本轮的考核中，谁表现得更好一些？生麻也挺好，生麻不错，生麻也可以啊。那生麻是最后一个嘛，对吧？对，它实际上发现的点位也非常多，非常细致。还有天山雪莲，雪莲花也可以，它很稳。猫爪草，我觉得那个男生表现得很不错，我觉得他每次说的其实也非常有依据，也很条理。那我们接下来就看看刚刚的这几位，他们最终的考核结果是什么样子的，因为有2位可能在这个时间的节点退出我们后续的这个 PK。哎呦，那我们接下来就会公布的是我们今天要淘汰的2名学徒的名单了。到淘汰环节就会，很遗憾。天哪，不敢听了。艾草、金不换，2位同学这一关被淘汰了。哦，很遗憾，很难过。心头一震，认识到这个职场的严峻还有残酷性。非常感谢你们在中医学习上的付出与努力。以后路很长，希望你们2位接下来认真的学习中医。也说一下你们2位的名字。大家好，我叫彭家乐。彭家乐。今天见到2位我相当于心目中的偶像吧，就是非常的幸运。今天属于是高山仰止了，自己能力确实比较薄弱，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。然后就像宋老师说的，还要沉下心、虚下心去认真的研学，我要好好的领悟这门深奥的医学。我看的学生太多了，已经是非常优秀的学生了。你才21岁，你的名字起得很好，金不换，3721，努力，你一定会非常出色的。哦，我叫托马斯。首先我要感谢，给我机会，我感觉我能到这个程度已经很开心了。回去的时候，我以后会好好学习。呀，真好。托马斯呢，作为我们的留学生，非常欢迎，也非常感谢。不远万里来到中国，学习中医药这门技术。医学不分民族，它就是为健康服务的。用你的所长，在非洲呢，能够使中医在那儿生根发芽。希望你们将来都会成为苍生大医。哇，感动。为人解除痛苦，同时为国家健康出力。谢谢2位老师。我们欢送2位离开。根据咱们整个考核的安排的规则，前10名的已经产生了。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2轮1v1面试阶段，你们中间有人要离开。好刺激呀，有点害怕，紧张了。我挺慌的，就是这个淘汰赛制很严峻啊。
1v1是同学 v 同学还是同学 v 老师？怎么这么可爱？笑眯眯的。那么按照咱们1对1这样的一个匹配的关系吧，第一组是一木草对生马。哎，为啥这样匹配？上位圈的第一和下位圈的第一。对，就是上位圈的去打擂台。你们2个作为第一组参加今天下午的第1场赛，跟我们一起呢到人心诊间去考核，其他同学在待真格等待。中医馆。哇！哇！哇！别有一番风味。哇！哇哦！其实我们进宿舍也是这个感觉。听取蛙声一片。坐，我在这。你要不过来，我过去。你行，随便。可以往这边来，可以往这边来。你往那边来，我跟我学长都在一起，咱俩舒服点，反正。咱们还泾渭分明呢。有点阴阳离绝的意思了哈。哦，还真是。什么？就这边女生，只有男生就坐在角落里。阳气虚。哎，不能乱说啊，我不许。哇，好有说相声的感觉！哎，不能乱说。他抛弃你，他不要跟你一个队伍。我是。对，都不许。出汗了。这个地方真是搞得不错。哎，你们那个录像了没有录了？哦，我老天爷了！老师好。老师好。你好。肯定是紧张啊！综合而言，我认为大家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的，那就看谁能够更努力、更坚持、更有悟性。我觉得努力是必须的吧，我还挺擅长答题做题的。我觉得我就是来这把题打好就行，因为我觉得跟谁都一样。晨光亲吻百草，双背包载满青涩的向往。指尖也动古房里的迷藏，推开门是未知的土壤，迈向诉说生命的回响，压箱萦绕初心的形状，跌跌撞撞也学着去担当，每一步都写下新篇章。汗水浇灌稚嫩的梦想，古老智慧在指尖发烫，不问路障，只问心之所向。青春远志也早当归。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。上微博搜索节目官方话题“初入职场中医季”，解锁更多朝养生活秘籍。上微博带话题“初入职场中医季”发博讨论，共同见证中医新生代的力量。上百度 App 搜索话题“初入职场中医季”，一起参与话题讨论。特别合作映客直播。上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看我的养生故事。这东方